上个视频，我们沿着大沙漠边缘来到了阿克苏，然后我们的计划是穿越独库公路游览北疆。其实阿克苏这里没有太多景点，最有名的就是藏在天山中的温宿大峡谷。开车在大峡谷中行驶，感觉像是来到了异空间。巨大的红色山体是整个峡谷的主基调。除此之外，峡谷两侧怪石嶙峋，奇峰林立，色彩浓郁，千姿百态。不管人或者车在峡谷当中都显得极其渺小。这个峡谷也曾经是南北天山古代驿站必经的一条道路，在古时候人们称之为库都鲁克大峡谷，在维吾尔语中它的意思是惊险神秘。温宿大峡谷是中国最美的丹霞地质景观之一，也是中国最大的岩盐喀斯特地质景观。我们在中国去过无数的大峡谷，但是温宿大峡谷的恢宏气势是首屈一指的。想到数百数千年前这里曾经有条大河流过，就会感叹地球的沧海桑田。离开了温宿大峡谷，我们第二天去探访了阿克苏旁边的一座王陵。其实这座古墓我们也是偶然得知，只知道这里游客很少，便激发了我们的探险欲。但当我们抵达这座古墓时，才知道这里目前还没有开发，只是将古墓保护了起来。寻找古墓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总之这真是一趟不平凡的探险。下面就跟着狒狒和文涛开始今天的旅程。到达阿克苏后，我们并没有太多的游览这个城市。阿克苏就在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北缘，城市整洁干净，最有特色的一条街道就是阿克苏老街。可惜我们去的时候很多店铺没有营业，只能期待下次有机会再来。第二天，我们从阿克苏出发，驱车前往温宿大峡谷。我们现在开车去温宿大峡谷。今天我们是从阿克苏市区出发的，到达那个温宿大峡谷，这个距离好像是70公里吧。我们刚刚走的高速，这会儿刚从高速下来，上了一条乡道。这条路虽然是乡道啊，但这个路特别好，感觉像新修的啊，这个线都特别清楚，中间画的这种跟彩虹一样。然后大家看我镜头左前方这个位置有一个雪山哈，这个就前面这一排都是天山，然后比较高的那个就是托莫尔峰。那我们现在要去的温宿大峡谷景区，它的全称其实是叫做温宿托莫尔大峡谷的，其实就是托莫尔峰下面那个位置，给大家指一下，我觉得那个位置。这边好像阿克苏这一边哈，就天山的这个南边，这边的山很多是这种颜色，北边的颜色就偏黑一点，这边都是发红。我们刚才已经买到门票了，跟大家说一下，这边门票规定是这样子的，门票是36块钱哈，不贵，一个人36，但是呢要坐那个区间车进去，区间车是60，所以一个人就是96块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也可以只买一个36的门票，自己开私家车进去，要求是私家车必须是4驱的，然后私家车是按车收费，一辆车无论坐几个人100块钱，所以人多的话呢，自己开车还是划算的。一个人的话呢，坐景区的是划算的，大概就这样子啊。我们现在去拿着这个车票，去前面坐景区的那个观光车了。其实它不是观光车，景区的车也是那种，我刚看见了，底盘超高那种越野车。因为里面那个路啊，就像是河道，全是那种软沙，很容易陷嘛。所以呢，就它那个车比较高一些。另外啊，还有一个提醒大家，就如果你开自己私家车进去哈，一辆车100块，一旦发生陷车的话，叫景区的救援费用是450，是这样的。走吧。在游客服务中心买完票之后呢，我们现在准备乘着景区的这个区间车去里面游览了。越野区间车。对，这车的底盘可真高啊！我们已经坐上这个观光车了，走了一点点柏油路，马上就要上土路了。怪不得哈，这边全是越野车才能进的。看看这路啊，不好走，有点颠。
们坐着景区的区间车到达了托木尔大峡谷的终点。它这个区间车是这样子的啊，先直接把大家拉到这个最终点，然后大峡谷是在那个方向。其实整片都是大峡谷景区，但实际上呢，游客步行参观的那个特别窄的像一线天那个位置是在那儿的。然后大家看一下这边，其实里面还是有路的，但是为了游客的安全呢，这边是拉着线给封起来的。也就是说呢，不管自驾车还是坐景区的车，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一般都是先去那边的大峡谷步行去游览，那最后呢，从这个地方再坐车返回起点的途中，还有几个景点可以随时下车拍照，大概就是这种玩法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坐的这种景区的车哈。看这个底盘啊，这离地起码有50公分了啊，相当高。我们过来的时候看到那个路上，那个沙里面陷了好几辆车，其中还有一辆是霸道，好像都陷进去了。另外还有一辆车是它没陷，但它抛锚了，在路上也是出问题了。那就是刚才我说到的，给景区打救援电话，一次救援费用450块钱。然后这些车就是顺利的开到这个位置的。你看这都是这种越野车哈，还有一个奔驰的那种4驱车。这边的车就是2区，景区是要检查的，是不让你进来的。就算那个景区工作人员一时疏忽放你进来了，那大概率也是要限车的。所以大家来这儿还是考虑清楚。其实我跟涛哥一直都觉得，我们坐景区这种车是最舒服的，既省心不用自己开，可以完全去看景色，而且这段路确实挺烧油的。其实正说着呢，就有个车陷车了，就在前面。这么容易陷车的吗？哎，你看这个土，哎，对，好软呀！我才刚100斤，我一踩都陷下去了。这个是拖车绳上。对，出问题要拖车了。我们以为这工具车是来这儿工作的，结果是来救援的。对，我以为这是工程车呢。哦，这边准备救援了，我们在这儿围观一下。感觉大家到这儿来，尽量还是不要开自己的车，还是坐景区大巴车比较省心哈。除非真的是那种超级硬派的4驱越野。对，哎，开始救援了，他在倒，然后这个车在拉。我想知道是不是这一下450就没了。嗯。好有大道长，加油！哦，拽出来了，厉害呀！450，就是 biu 一下。我就是一直在看着这个救援车，感觉我们其实轿车开不进来也是挺好的哈。如果我们但凡是个 SUV 4驱的，文涛一定会开进来的。而开进来呢，这个就有很大的概率会陷车。那我们现在就去前面哈，大家都在那个位置往那个山谷里面走。对。那就是特别窄的那个峡谷，还要走那个木栈道。对。今天其实还是稍微有点晒。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的海拔是1700米，这边就是温度挺低的，其实，但是这个正中午哈，太阳打在身上还是挺疼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呢，其实是在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边境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地图，如果大家方便的话，打开看一下温斯特峡谷，就在那个天山的就中国境内的最西边那个位置了。进入了这个景区的峡谷中的6号谷。6号谷往前看了一下啊，还挺远的，要爬这个台阶一直往上面走。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哈，这整个的天山托木尔大峡谷主体的色调就是这种红色。因为呢，在那个少数民族语言中哈，其实这个托木尔就当地他们叫这个峡谷的那个名字，在当地语的意思就是铁的意思。所以呢，看这个山体哈，整个颜色就特别像那种就沱河的上游那种，因为河水中含有铁元素嘛，它整体是泛着红色的。其
其实哈，这个天山托木尔峡谷的形成的原因跟库车的神秘大峡谷非常的像，也是因为哈，天山在大概200多万年前急剧的隆起，在这个过程中哈，对两边的这种山体造成了挤压，所以它形成了很多那种皱褶。另外呢，就是这么多年哈，也经过了这种洪水的冲刷、雨水的冲刷以及狂风的这种侵蚀，所以形成了现在这种地貌。可以往远处看一看哈，到处都是那种分层的结构。另外呢，就是有很多那种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什么望夫石啊，什么夫妻对拜啊，那种形状各异的石头。那另外呢，这里跟库车峡谷也有点很像哈，你看一下这边这个地方呢，明显就是曾经这个洪水冲刷过的痕迹，所以呢，在这个天山托木尔大峡谷的两侧也建了很多的安全岛。我们刚才停车的那个停车场那个位置就是一个高地安全岛，就说这边天气好的话当然没事儿，如果说一旦下雨，哪怕是小一点的雨哈，但是因为它是峡谷这种地形，所有水都会汇聚到这个峡谷里，那就很容易产生山洪。那景区也是为了大家安全考虑，建了很多那种安全岛。我们现在去前面准备爬这个，哦妈呀，涛哥，我感觉这个有点高，看看爬到那个位置还没有到峡谷里面，可能是我看这个路线应该是从这儿上，然后往那个角度绕一点。我们现在是中午啊，在这个大峡谷里面徒步，真的好热好累，然后有好多的游客也好累好热，都躲在这种墙体之下，有一些阴凉处，因为这儿没树啊。整个大峡谷一棵树都没有啊，这游客热的全部躲在山体下面。其实我感觉还是有点小危险的，你有没有感觉那个他们头顶上面都有那种小碎石？那种石头就上面掉下来的呀，当然危险了。对，哎呦，这看着还真是，哎呀，我们现在也是啊，两个胳膊火辣辣的。我和狒狒刚沿着这种羊肠小道走到了山崖的下面，发现过不去了，现在准备往前走。这边峡谷特别窄哈。对，但是这个峡谷啊，它那个相对的高差没有天山神秘大峡谷高。对。所以呢，就是远观或者航拍挺好看的，置身其中的时候，我感觉起码我们现在走的这个6号小谷，对，不是那么的雄伟。我们在这大峡谷转了半天了，现在准备返回。这边这个车还挺厉害，还是从后面开的。天哪，这是单门的车，只有后面一个门。它这个景区这个观光车的轮胎也太大了。我在前排坐，看那边石头特别的多，要没有那么高的轮胎就不好过哈。我们愉快的半日游结束了。整体来说哈，这个景区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它有很大一块区域在维修，对，就没有对游客开放嘛。是的。所以我们只玩了里面大概30%-40%的区域。是的。整体而言的话，它跟库车大峡谷有相似之处，但是这个论雄伟程度呢，还是略逊一筹。但是我觉得哈，这个景区最大的亮点就在于这个体验它这个越野的区间车，主要是路上那一段风景特别好，沿途可以看到啊，这个两侧的天山啊，那种分层，每层的颜色不一样，因为它都是里面含有不同的那个矿物质嘛。对。所以那个沿途的风光是特别漂亮，我觉得路上这一段几十公里还是非常值得。大河道哈，特别的感觉穿行巨大的河底一样。刚才我们出来的时候啊，又碰到了有2辆车。对。在那个沿途又现车了。是的。所以在这边我觉得现车是常态啊，怪不得景区把那个拖车的价格都已经明码标价了哈。对呀。挺好的。在阿克苏的第3天，我们去探访了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亡灵。虽然之前只看到过几张这里的照片，
但是好奇心驱使着我们前去一探究竟。这个王陵处于阿克苏温宿县，在古时候这里属于姑墨古城，姑墨古城也是西域36国之一。但随着历史的变迁，往日的辉煌不在，如今的王陵孤零零地矗立在一堆古坟中间，找到这个王陵真的是好难。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现在在新疆的阿克苏。今天啊，文涛说要带我来一个特别好玩的景点，结果呢，他开车7绕8绕7绕8绕了，还有土路啊，最终把我带到了这里，一片垃圾场。我真的不知道这里有什么景点。他跟我说是让我再跟他走这种看不到尽头这种小路，再往里走点儿，怎么越走心里越发慌啊！我是前段时间来阿克苏之前嘛，听说这边有个景点挺好玩的，是个野景区，没有人管。但是到这儿发现这什么都没有，真的连路都没有，都不知道怎么走了。传说以前阿克苏的这个温宿县哈，它这个以前叫做姑墨古城是吧？叫做姑墨国还是姑墨古城？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它的王陵，但是看着好像看不到在哪儿的样子。我非得打算找一找，旁边全是这种很高的夯土，这应该是个古城，看起来是个古城啊。哇，这条路反正没什么人，然后两边的高土之上、土堆之上呢，还有一些应该是以前的古城墙，也是夯土结构的，但是看不到王陵在哪儿啊。走在这儿还挺害怕的，两边这什么都没有，就这种夯土结构，这应该是以前人住的窑洞吧。我跟狒狒就在山谷里面两个人瞎找，真的找不到。这看起来是以前的古城啊。这为什么就荒废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古城是比旁边的温宿县城整个要高的，你看那是温宿县城的楼，因为那个楼在下面山谷地之中，我们这个古城是在山上，就这还没我们高呢，找不到在哪儿啊？爬到这边接近山顶的位置了。哇，这边有好多的坟包啊，感觉接近了，但这边挺危险的，一望无际的麻渣呀。哇，哦，看到了。王陵在那边，最大那个就是王陵了，就在这儿。看我眼前最大那个就是王陵了，在上面呢。这景点一般人真找不到。哇，狒狒感觉快累死了。上面全是麻渣。对的。刚才我走到那一侧去了，悬崖边上2圈，都是麻渣。这边也都是麻渣呀。你看，我估计这些小土包也是麻渣，这只不过是时间久了平了而已。我想着可能是当时这个古国的时候，就很多人葬在跟王陵葬在一起。天哪！哎，我真是没想到，在一个像垃圾场的地方，还真有这么好看的感觉。那个就特别像我们去的叶尔羌韩国王宫那种，对，就是怎么说呢，改造前的样子。是的。然后看远处哈，大大小小的都是麻渣。是的。就大家现在从我手指着方向看，那种尖底儿的那种拱形的造型哈，它都是麻渣。我们现在跟前这些也是。是。可能就是根据这个等级啊不一样了，它这个大小外形都是有区别的。但这些麻渣一看就很古老，都是古代的麻渣呀。对。王陵就在我们的眼前，但是我们前面这是个峡谷，过不去。就在那边最大那个麻渣，那个就是王陵，卡塔尔王陵，我们现在过不去。应该是当年就是1226年的时候，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地方政权的领袖吧。对。应该是这样，因为它是叫王陵，而且在这一大片麻渣中，它这个规格哈，明显就是和那种地方首领的是差不多的。是的。我们啊，现在是站在这儿看着它很近，
走过去就5分钟。对但是呢，出现了一条大裂谷，我们得另外找路了。对，我现在有2个方向，一个是从那儿绕，但是呢，这中间这个峡谷哈，我们不确定它的尽头在哪儿。对的，你肯定得到尽头那儿去绕。是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原路返回，从公路上走路到那个下面，但它是个垂直的悬崖，我们去那跟前看看，对，能否找到一条路，只能这样了。嗯，因为这个方向走多远不知道，而且很容易迷路。对。这块土都是虚的，我俩走一走这，我俩刚从那个悬崖边上走过来，那土滑坡了的，特别的危险。看我们脚下这种土，哎，现在这些古城的痕迹已经被历史都基本洗刷干净了，就一些大的土坯，还有各种各样的古老的陵墓、麻渣。我们的车就停在路边，现在准备从这边上这个古城的顶部去找亡灵。我们看到这个大家看这个建筑啊，就特别像以前的哨塔，古代时候哨塔，因为这个土坯之上全部都是以前的古城和陵墓嘛，那外面肯定一些防御措施，像这个应该就是哨塔了。跟狒狒终于走到了，前面有个那个蓝颜色的，应该就是亡灵。刚才我们是在悬崖对面，所以看这边感觉是这个，但不确定。现在到这边来了，应该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哇！在网络上搜到的图片一样，卡德尔王的亡灵1226年，距离现在啊差了4年，900-800年了，796年，终于找到了。太难了。这边还立的有碑哈。有碑，但是现在这一片儿整个还没保护起来。是的，而也不好找啊。我看一下啊，这个立的时间还挺早的啊。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卡德尔亡灵哈，它是自治区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就是省级的。然后下面写了自治区立碑的时间是2007年6月4日，就是不是立碑时间，这个2007年呢是当时确定它是自治区级的文物保护单位。那后面是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在18年立的碑，这个碑现在已经4年了。虽然哈这个卡德尔亡灵周围的整片区域都是没有围栏、没有保护起来的，但是目前这个卡德尔亡灵是大门紧锁的状态，因为这边目前还不是一个对游客开放的景区嘛。所以呢，这边的整个4周的围墙还是铁门哈，封得严严实实的。我们刚才顺着这个亡灵绕了一圈，到处都是就是一个封闭的状态。现在我们只能从外面去看一看哈。这个亡灵其实挺大的，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是它的一个门楼吧。这个门楼哈，大概有个3米到3.5米高度。然后这个亡灵整体是呈现那个正方形的，周长大约在20多米，它4周四四方方的一座。我们刚走了一下，看了一下，大概就是20多米，整个下来是400多平。因为这个亡灵啊年代过于的久远，所以大家看它基本上都呈现土色。这里面唯一的亮色哈，就是这个蓝色，这个是琉璃瓦的蓝色。这个门楼上有。然后那个亡灵的主体结构上就更多了，全是那种蓝色琉璃瓦。这些琉璃瓦呢，根据它旁边碑上面写的资料看哈，是1810年左右，清朝的嘉庆皇帝在这里为他们就是等于是重新把这个外面修缮了一下。所以呢，大家现在从远处去看的话啊，这一整片区域也就这里这个蓝色是唯一的色彩了。